你们说我是造了什么福才要来这家店啊？哎，我们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吃过亏了呀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又到了吃亏的日子。最近在东京新开了家，看标题就很想打人的店。一般看到这种什么日本最贵的什么，他就是玩一个噱头，赚一波钱就关门。哎，但正好我今天就是想吃拉面，今天我就要看看他是怎么糊弄人的。到了门口之后，发现好像跟我一样想吃亏的人还不少。他家还是先买单再吃饭，这么小个店站了6个服务员，是怕我进来之后就跑了吗？靠北了，不要瞧不起人哦。店里的装修甚至有点像夜总会，你看他这个筷子，好想顺回家呀。我们先点了一份日本拉面必备的煎饺，好家伙，这份煎饺就要1500日元，感觉服务员的眼神锁定了我。但有一说一，这个煎饺除了大好像就没什么，然后给我们上了一碗白面刺身，不是这什么玩意儿？第一次知道吃面之前还要吃这种东西，它就是凉水泡的面皮，然后让你蘸一点芥末吃啊！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评论一下让我长长知识。接着就是我们的拉面了，先来看一下这个上菜姿势。1万2一碗的拉面，这个就占了2000块吧。不过你们仔细看这个面啊，是不是和我一样发出了疑问？它是怎么贵到这个样子的？我怎么感觉里面有8000块钱都是噱头？吃了一口之后，你会发现它的面，这个面跟我的指头一样粗，是不是这种超级粗的拉面都很贵？面上铺了一层炒毛肚，其实就是一整份炒菜，然后就是这2坨宇宙巨型无敌叉烧。别的不说，这2个吃起来肯定会很爽。还有一个卤味流心蛋，再加上一片超大的烫金海苔。最奇葩的是碗底还有一层肥肠。怎么感觉主厨已经把能用上的料全部用了，然后做出了一碗大杂烩？这个汤还是那种很浓的鱼肉味增汤，就浓的来已经是粘稠的这种状态了。我快吃不下了。我吃完感觉这个配料还是值这么多钱，但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吃一碗配料啊？到底是饿了几顿才能把这碗面吃完啊？其实它只卖2000日元一碗的话，好像还可以给一个8分。但如果你一看这个账单这什么呀？这是有人吗？这好了，今天就帮你们吃亏了，大家一定要远离噱头，好好吃饭呀！啥玩意儿？你们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叫提灯之王，那么取了4个卵给你，直接一口吧。我感觉。家人们，我今天总算约到了这家店，它现在排到大阪烧鸟店的第2名，这个排名就非常的装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了遥远的大阪。今天这家烧鸟店号称是提灯之王，如果它的提灯不好吃，我就把它打了。不愧是热情好客的大阪，我还没到，福神就已经在门口等我了。顺便说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大将，他已经连续烤了26年的烧鸟了，厉害呀！服务员听到我们是从东京特地赶过来送钱的，脸都笑开了花儿。哎，好了，不说废话了。第一个前菜我本来以为是个豆腐，结果人家是什么青芝士。下面还是那种加了药材味的鸡汤，开局就很养生，然后每个人都会配一盘这种白萝卜，吃完了就会给你上新的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直接把他们家吃垮。很快就给我们上了第一个串，葱煎鸡腿肉，也是在日本最常见的一种串。这家用的是那种很甜的葱根和2坨比内地鸡的腿跟肉，记得鸡肉要跟葱一块吃，鲜嫩多汁还很甜。然后是我们的陨石鸡胗。这腿鸡胗应该是用大火烤的，表面特别的焦脆，但是咬开之后里面还是清晰可见的粉色，就是要这种生软的感觉，好吃。还没吃完，主角端了个腌鸡腿过来炫耀。话说为什么腌过的鸡腿叫火腿？但展示完之后只给我们上了这么一小盘，它是豆苗加蜂蜜洋葱，因为薄切所以味道其实没有很咸。接下来这个菜就比较考验功力了，师傅还贴心的帮我们剔了一根骨头，这样你一嗦，连皮带肉一起啊，特别爽。我喜欢挤一丢丢小柠檬。烤的好不好还得看里面有没有锁住水分，这个功力可以说相当好了。它皮的部分比它肉的部分还多，怪不得这家店这么贵还这么多人。好啦，我们继续吃，这个是他们家的软葱，就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吃葱。然后这个菜我很喜欢，炭烤午餐肉三明治，午餐肉和薄吐司的边边里面烤的焦脆，要是再有包六婆就好了。然后是一个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菜啊，口水鸡，居然是你在听周杰伦的歌，然后莫文蔚突然加入了合唱，真不错呀。它是用一层薄薄的鸡胸肉裹了一块鸡肝，一点都不辣，但是这股浓郁的奶香还是挺上头的。接着是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鸡屁股，上面还撒了一层薄薄的黑胡椒，一口咬下去就是肥美多油，它就是一坨完整的脂肪。然后是一小盘烤猪肉片，有没有觉得这家店真的很讲究？里面还配了一个蒜头。最后大家在给你上提灯之前，还会让你清理好味觉，吃一个香菇。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，直接来吧。我想肯定会有人跟我一样感叹，提灯原来是这样烤的呀！终于上菜了，大酱是把4个卵同时串在一块儿，卵巢部分的肉只取了一丢丢，特别是你把它提起来的时候，能明显感觉到它的重量。直接一口吧。就是你会感受到4个卵黄依次在你的嘴巴里面爆开的感觉。我感觉那个灯要从我鼻子里面喷出来了，是一种美妙的体验。然后又给我们上了一串蜂蜜鸡肝，我发现大酱特别喜欢这种咸甜口味的做法。接着又是一串鸡肉团子。里面的肉也是那种稀软的口感，我感觉我会吃4串。最后一串是我最喜欢的鸡心，为什么放在最后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看里边，还能挤出血来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，太爽了啊！当然鸡脖子肉肯定也是不能少的，那种嫩筋一样的口感可以让你享一晚上。这个也是他们家的名物之一，卡瓦兹 KCCD 就是带皮的颈子肉，它吃起来很像是那种连着筋的鸡腿肉，无限嫩滑。最后这个美妙的夜晚肯定是要用鸡腿肉收尾。我剪这个片子都把自己剪饿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开玩笑。好吃。
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健。今年啊，我们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叫做夏吕，它是日本一个很有名的温泉乡。我们现在这个池子是在山顶。这也是我今天的第一个满分推荐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走吧。它在日本的正中间，其实还比较偏，但是坐电车可以到，所以来这也不算费劲。到了这个地方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这真的好多温泉啊！因为这个地方的泉眼很多，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到野汤，就像这种足汤。但冬天泡这个真的不冷吗？还有各种各样的5、60家温泉旅馆，哎，这不比银山好吗？但是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一家，是这个地方最高级的一家。它在整个山的山顶，而且那个地方只有他们一家。还没到馆就会有大叔帮你提行李，有没有一种少爷回家的感觉？进门之后还有3个侍女等着你，他们其实主要是把你带进房间，然后给你讲解一下馆内的地图。是的，是地图。真的很复杂，房间就是这种典型的和式榻榻米，这个阳台真的很舒服。泡完温泉往这一坐，我就成了废物。接着就是带你去挑选浴衣，女士的有10多种，但男士的只有1种。为什么？浴衣的穿法我们就不用细讲了吧，反正记住左上右下就行了。接着就是今天的重点啊，汤。这家店池子非常的多，但是下汤之前最好用木盆浇一下自己，不然直接进这种天然温泉会很难受。它是碱性单纯泉，清澈浓度不是特别高，但是水质比较柔和，感觉还挺适合女生来的。而且这里的池子人特别少，山顶的空气还很清爽。实在怕冷的话，还可以去这种室内温泉，你甚至可以去把每个池子都泡一遍啊。但可惜它并不是混浴，但是男汤跟女汤挨得比较近，每天都还会互换，所以小心不要走错了，好吧？起汤之后再喝一杯冰牛奶，然后我们再逛逛别的。这里面是一个典型的洋馆，里面还有歌舞厅跟游戏厅，是不是很适合情侣半夜来幽个会？但是服务员告诉我们，午夜12点千万不要往乒乓球桌下面看，嘿嘿，开个玩笑。玩完之后回到房间就差不多该吃晚饭了。接着服务员会帮你铺好床，因为这样你吃完之后就可以直接睡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可以泡个足汤，吃个早饭。对了，这家店的餐食真的好啊，感觉可以单独讲一期了。所以你们觉得这样的馆合适吗？我要是有个女朋友，应该会带她来住1个月吧。啊，阿基推荐指数10分啊，这就是我的快乐老家，那10分，卡样。今天早上的日本电影院又变成了这个样子，完全挤不动。现在是东京时间24、11点，我操，地铁站已经全是广告了。今天是《咒术回战》零上映的第一天，现在新宿车站里面的广告牌已经全部换成了剧场版的宣传。我真的好喜欢东京这种氛围，哇！而且一出地铁站就能看到海报，一到这种话题作品上映就跟过年一样。来的路上我还发现个事儿，第一天来看的观众好多都是女生，而且一看就是5条悟的粉丝啊！发现一个夏油杰粉丝，总算取到票了，给你们看一下现场有多少人。现在我们就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概念，还好我们提前了1个小时来，所以可以勉强拍到它的周边店现在在卖什么啊。不过都是一些特别圈钱的玩意儿，卖的很贵，也不用买。这种文件夹一个要卖你120块人民币，这什么呀？真有你的呀！我还是最喜欢这个胖达，乖菜喽。我们还是随便买一些补给就进去了吧。今天买饮料还会送这个小卡片，最后进场的时候也会送这个小册子，里面还包含了一个漫画的番外篇，还有一些人设的介绍。电影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就一会儿见。刚才这位旁边这个妹子直接哭死了过去。这一次的剧情其实和 TV 版并没有太大的关系，然后作画质量特别好，情节设计也都很合理，情感的铺垫也很好，就很完美啊！这一部可能这个就是纯爱的力量吧。在不剧透的情况下，可能只能用5条悟老师的一句话来概括：纯爱就是最扭曲的咒术了吧？真好呀，家人们，赶紧回去补漫画吧，卡玩意儿！救命！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真的好嫩啊，就连服务员都嫩起来了，好帅啊！吃完这家店，我甚至有个感悟，就是烤肉店的好坏真的是在拼谁家的花样更多，肉都是一个品种，为什么他家我就可以吃这么多？现在是9点半啊，我们现在看能不能抢到他们家最后一班。我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，家人们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。はい、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。哇！开始了，他们家的第一个前菜就很恐怖，我还以为是烤肉，结果小姐姐让我生吃，他们还在肉的旁边织了2根线，然后他是让你用线把这个蛋黄给它勒开。其实说句老实话还挺好玩的，有一种莫名的快感。哇，它爆开了，家人们！接着用这个蛋液就着下面的果冻一起混匀，就你像这样和好之后，挖在这个海苔上面。但是我们抛开对生肉的偏见，它这样看上去，那我还是不想吃。哇，菜不可貌相，生牛肉的那个脂肪和蛋黄的香味特别配。我突然觉得，就算是生肉恐惧者，和牛的生肉也是可以尝尝的。接下来是这个菜，先不说上面怎么又有个蛋黄，他是在向我传达什么禅意吗？我都有点好奇他是怎么把韭菜立起来的。从中间把它掰开，然后让蛋液从内而外的渗出去，但它吃起来的味道其实就是韭菜。韭菜跟蛋液这2个食材真的很不配，韭菜真好。然后这块都是他们家的特色，雪花牛舌，就是牛舌上面脂肪最多的那个部位，所以它这个牛舌看起来都是白色的。它翻过来这一面才惊艳，因为脂肪很多，所以它表面都在冒油泡。一口下去，虽然你知道它是牛舌，但你咬下去的时候却觉得像龟苓膏。这真的是烤牛舌之上的新体验。然后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一句话形容它就是和牛身上最香甜多汁的部位，这应该算牛的五花吧。这个千万不要烤太熟，先给朋友加一个，我觉得烤到2面冒泡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看资料的时候发现，这头牛是一头母牛，那给你戴个好看的发夹，怀着感激的心情吞下你吧。哇，超软，就你一口吞下去，你都觉得是浪费。我还偷偷留了一坨肉在我嘴巴里面嚼。接下来是2坨汉堡肉，这种肉一般如果你烤过了，它就会变得很硬很柴，所以我们就要精准的烤到它里面还是松软的状态，就像是这个状态。厉害吧？当然你要是想吃生一点也不错，烤成这种状态，吃起来会微微泛甜的感觉，但就是有点腻。那你可以再蘸一点鹌鹑蛋的蛋液，或者这种酸酸的臭橙醋。我觉得这种蘸醋要好吃一点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菜啊，偷拍被发现了。
好帅啊！它是一个黑色吐司和牛三明治它，上面还插了一个这个插入栓，这里面包的是那个暖黄。突然觉得它是一道很有未来感的菜呢。挤这个蛋液的过程真的也很爽。哎呦，这个看上去我都饿了。咬下去之后，我才发现牛排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酥脆的皮，真的是野餐新选项。然后是一盘肥牛，它还不是就这样直接烤着吃，它是把它烤的差不多之后盖在饭上和蛋黄一块吃。有人数过我们今天总共吃了多少个蛋黄吗？又要在热腾腾的肉上面戳破蛋黄了，满不满足？爆满足。然后你们猜最后的甜品是什么？它是双重鸡蛋布丁，哎，直接把一整个蛋黄铺在布丁上面，真正的超浓厚鸡蛋布丁。这是什么奇葩操作啊？哦，它是好吃的，蛋液让鸡蛋的味道变得更加的浓厚，甚至还有点牛奶味。在日本菜真的不可貌相。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，特别的好吃。